上来我们先澄清一个很多人可能有的误解，国际秩序从来不是完全平等自发运转的，很多时候它都依赖某个优势权力去维持关键通道、盟友体系和基本规则。这个优势权力既不是联合国，也不是国际法。历史上有罗马统治下的和平，后来也有英国主导下的和平。这种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暴力，而是意味着有一个优势权力试图把关键节点维持在可控的状态之中。放到今天，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。因此，美国长期在中东扮演着某种秩序管理者的角色，无论是保障海湾航道、维护盟友安全，还是在冲突升级时直接部署军力，美国都反复以地区安全稳定的名义介入中东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如此，今天围绕伊朗的战争也在重复着这一逻辑。这当然不能被理解成一种中性、公共、无私的秩序维护，但如果只把它立场化的解释成贪婪、阴谋或者单纯的利益争夺，又会制造出另外一种幻觉，仿佛只要换一批更善良的决策者，问题就会自动消失。但事实是，美国介入中东从来不是出于某种善恶判断，而是作为一种优势权力的必然结果。美国真正害怕的并不是敌对，而是不可控制。因为敌对行为往往还能被预期，而不可控却意味着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外溢。伊朗问题则更能说明这一点。对于外部秩序来说，伊朗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国内的政治，而在于它所处的位置本身就是全球能源与航运的关键节点。一旦围绕伊朗的冲突升级，外部首先看到的就不是伊朗内部出了什么事，而是航运会不会中断，能源会不会受扰，地区安全会不会失控。所以外部识别风险的逻辑并不是这个国家坏不坏，它是不是专制，而是只要一个关键地区的国家行为变得不可预测时，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被迅速转移为安全威胁。而一旦成为安全威胁，防范于未然就会成为外部秩序维持者的必然选择。所以更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为什么要管理它，而是这种管理真正要保护的到底是什么。我们更直白一点说，美国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对于霸权国家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中东国家内部是否混乱，而是这种混乱会不会蔓延到他所要维持的整体秩序当中，会不会动摇自己作为优势权力的地位。中东之所以特殊，就在于它并不是一个普通地区，它连接着全球能源流动、关键的航运通道、盟友安全体系以及霸权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战略布局。这意味着中东内部的不确定性一旦失控，就不会只停留在内部，而会迅速外溢到更大的秩序范围之内，甚至让霸权本身维持秩序的能力受到质疑。所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，管理中东风险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让中东内部变得更好，而是防止这种风险外溢冲击他所要维持的整体秩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无论是驻军、付之代理人、经济制裁，还是直接发动战争，美国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，不只是为了处理风险，也是在反复向盟友、对手和潜在的挑战者确认，维持国际秩序的仍然是他。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。美国并不是在等待伊拉克的内部问题自然演化，而是试图通过推翻现有政权直接重组地区秩序。它展示的不只是风险管理，更是谁才是优势权力，谁才有资格决定秩序如何被重新安排。今天围绕伊朗的战争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，它表面上表现为核问题、地区安全、盟友防务和海湾航道安全，但更深一层看，这不只是一次风险压制，也是在借冲突本身反复确认一件事：维持秩序的仍然是美国。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，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，所以这种介入几乎不可能去修复中东内部原本脆弱的结构，而是在用更强的外部力量把这种不确定性暂时压下去。但这往往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果，
原本残存的秩序基础会在这种介入中被进一步摧毁。因为中东很多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缺少武力压制，而是权力依附对象本身长期的不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外部力量如果直接通过战争、制裁、代理人或者军事重组介入，打击的往往不只是某一个具体政权，也会连带打碎国家机器、社会组织以及原本还在维持秩序的脆弱结构。在伊拉克战争中，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，外部力量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更稳定的新秩序，反而迅速摧毁了旧国家机器。原本被压制的教派、地方武装和社会网络开始争夺权力，结果不是不确定性被消除，而是不确定性被进一步扩大。今天围绕伊朗的战争也在重复着相似的逻辑。外部力量试图通过军事打击、威慑和地区联盟把风险重新压回可控范围，但与此同时，这种管理本身也会不断刺激地区对抗，扩大武装动员，冲击航运和能源体系，使中东问题进一步外溢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管理并不是在真正的消除风险，而只是在不断的重组风险。短期内它可能压住某一个具体的问题，但长期看，它制造的往往不是秩序，而是新的更广泛、更持久的失序。于是就会出现一种反复上演的现象，也就是我的封面标题所说的，中东的问题被越管越乱，越乱越管。这并不是因为外部力量完全无能，也不是因为中东地区注定无法治理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外部秩序维持者所处理的始终只是风险外溢的后果，而不是中东内部根本的权力结构。因此，只要这个结构不改变，外部管理就很难真正结束问题，反而会不断把问题推向新的层级。